太挑战了，不是我这个性格干的事儿。我就感觉完全被框住了。怎么演？我就崩溃了。加上自己的情绪以后，懵掉了。真的是一天下来浑身都疼，背负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那头每天得梳2小时，差一个字儿就得重来。现代人和古代人还是有区别吗？特别的严谨，特别的漫长。过程很痛苦啊，必须去完成，由不得你。都跟现代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做了一次很大的突破。我觉得那场戏就是雨下的特别大，倒是真的啊。开始。因为他情绪比较浓烈的嘛，所以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可能会演得比较过瘾。胡可的话，他的演戏经历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演戏的时候是很舒服、很自然的。它是个斜坡上去嘛，啊，汉白玉的那个，不停的磕，不停的磕，稍微往前了一点，不小心真的磕到了那个龙尾巴。就肿了一大块，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如果真的像苏丽云那样磕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都血肉模糊了。预备，开始。那天是拍重场戏，到后期了，被折磨得像70多岁的老太太一样，四肢无力、精神崩溃的一个状态。我要打那个王禅，我从床上滚下来去打他，但是一个翻身下来，我就听那种嘎嘣一声。直接胳膊戳在那个脚踏上，左手捂着肚子，右手已经没有知觉了，疼到我就整个人是懵了、木了，不敢停，因为导演没有喊咔，手上劲儿就搭在上面，来回滚，来回滚。当时不是说演戏，我真疼得哭死去。导演说咔的时候，我说快来救救，谁来救救我？整个就动不了了，然后眼泪不停流。整个这个一块肿的巨大，你只能这样端着，不能使劲儿。到现在哈，我每天就是伸懒腰的时候，这块伸不直。那时候就有一场戏，好多人，现场那个因为房间小，然后架了灯架什么，我有个过话，没有注意到，我就直接把那个茶碗跪碎了，可能因为当时又很紧张又很慌，一点没觉得疼。我的腿有点不太好使，一撩裙子，然后迅姐还说：“你这怎么了？”我说：“啊，可能那个道具做的血。”我说：“你怎么可能？这场戏没有人受伤。”哎，别跟我妈说，这个得烧不掉。这现在这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疤。能，可以，没问题。车婉英是一个非常简单、脸皮非常薄、很害羞的一个女孩。她是用画画来寄托对皇上的一种爱恋。她甚至有的时候，其实看着皇上的画像，其实内心是，皇上在对我笑。拍摄之前，我请了一个美术学院的工笔画老师，我还专门去学了一下。我觉得我要是连这个线条都画不好，太欺骗观众了。有的时候我可能是坐在这个桌子上画，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站着画，那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看看窗外啊，去书房那边就在书房里来回溜达，在一些小细节的把握上，希望能够有变化，情感上有递进。我要让观众感同身受我对皇上的这种很单一的这种爱恋，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了。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就是出场的戏，大场面，而且 AV 合组，就人非常的多，要给皇上献舞，压力特别大。
提前学的舞蹈嘛，前一天就一直在练，就是希望可以不要忘记动作，尤其是一紧张的时候会出错嘛。不是说光要跳得好，你还是得在跳的过程当中，你要有一些你的心理状态。比如说你每一个亮相的时候，你看着皇上的眼神，一直转一直转，然后导演就用一个镜头帮助你加速转。我觉得那个镜头拍得非常的棒，现场的氛围啊，包括导演对你的指导，一下子就让韩湘剑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不一样。不像吧？我就体会，来就看训斥他吧，真打猎什么。那一次拍那一场戏是我第一天上班，然后马失控了。开始。跳！上人！马冲到了树林里边，然后那个树枝在我的耳朵这边划了一道口子，就在脸耳朵这边。去医院是缝了7针。其实骑马是很危险的，也希望尽量就是保证一个自己好的状态去骑马。但是我又很担心受伤，因为受了伤之后，我们后面这么多戏，我是没有办法应付的。因为马是很不可控的，即便你再会骑马，都不见得能够完全驾驭马。牵住，小心，小心！因为马是需要时间去相处，它不是说你一来就可以骑它。再会骑马的人都会有这种闪失。准备，来了，开始。先拍很多动作戏，所以我自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经验，我都会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又能表现自己的戏。A 级、C 级，预备，开始。皇上神虎。一平，你来试试。好，穿射。不愧是蒙古的女子嘛，其实我是射到了地上。局长，古装戏之前也拍过，骑马射箭算是第一次吧。哎，好。啊，蛋疼。开始，最后一场戏就是射箭，给我开心的呀！在戏里应该是10箭，有7箭应该是中红心的，但我都没有。2箭3刺。这不皇阿玛嘱咐咱们3兄弟进秋随木兰秋喜。但我有一箭真的射上了，然后在人家那后面还拍着呢，我就中红心了，好开心，我就没忍住，你知道吗？杀青了！让他不喝。它是有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隼的眼睛是黑的，鹰的眼睛是黄圈带黑眼珠。动物有时候只有靠特技，因为动物确实太难。熊好，最后真的追着人去了，也挺吓人的。追着程导就跑啊！我程导在这儿真玩命的。慈宁宫我有猫，名字叫灰灰，因为它是灰色的，然后它的一双眼睛就是特别厉害。记得霍建华当时还有说呢，哎呀，你看那只猫，它太会演戏了，很懂演戏的这只猫，特别逗。然后还有鹦鹉，给猫那个梳毛啊，喂鹦鹉啊，这是后宫生活的一部分吧。慢点，看手。就全世界所有的动物中，我最怕的就是蛇，平时想都不敢想。有蛇！仙妃娘娘，仙妃娘娘，快救我！有小老虎吗？哎呦！到了现场我一看啊，简直是疯掉了要，就是真的，我就是压抑不住的尖叫，就是。喂！再往前点，黄师往前。不要喊！但是导演就说不要停，要的就是这种感觉。那场戏是真的让我挺崩溃的。
大年30那天，导演就把这蛇就拿出来，我一看是特别粗，导演能有这么粗。一直说我有玩蛇的戏，但是我本身我是怕蛇的。就是抓住它的是，你抓它头就没事儿。对，主要是掐这儿7寸，掐7寸的时候，它就不会有攻击性，不会崴。怎么不吐舌头呢？导演让我挂在脖子上，然后让他吐舌头，但是导演说让我往后拿。再到我这儿来，你看，知道吧？那个蛇突然就摆头回来，可能就是要攻击我，我就把蛇扔到地上，还好没给它摔倒。看见胆大的还在这摸一摸，哎，一合上，哎，不能碰，咬了你！啊，就是咬你，用生命在演戏。然后你这样，李纯拍他下水的戏，准备好了，就这样。你说我下去，我说救命啊，我还要救人。那个水，说实话，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泳池里边拍，我们只能在景区里的池塘里，那个水都是比较浑浊。有没有做防护措施？穿了衣服要穿水服，但是这衣服穿在那儿还在照样灌水。确实有点冷，就是别看这天气还挺暖和，但是水里面是冰凉的，就是那种生理反应，就是嘴在那儿抖，就是你不想抖都不行。那小朋友特别不容易，小朋友一直在，我不想下水了，好冷啊！开始进，不能下，不能。还好这水不是太深。但确实挺脏的。刚刚那个脚没有做防护嘛，那个脚上全是黑泥。刚刚我们还有工作人员的脚都被那个下面那个淤泥跟那个碎石头刮伤了。那天跳莲池。水就到我腰这儿，跳下去以后，那个黑泥就往上冒，人全黑了。他先下去的，因为这女孩太勇敢了。当时我一下去，我说导演这个不行，导演说你坚持5秒，因为那个是要自尽，我必须要把脸埋下去。把脸一埋下去，我就感觉我突然疯了。完了以后，我下去了，下去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我那个脚一下就踩到那个泥里边。那个泥至少得有这么厚，那个水脏到一个极致。我跟三宝起来之后，那池子的水全黑了。喝水压一压。感谢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为这个戏贡献了很多。那个时候，哎，真是苦不堪言。就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太不容易了。大家好，我是不用大家好是吧？好，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金玉妍。启祥宫的院子很有特点，它是一出门就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可以坐在地上，你弹弹琴啊，喝酒呀。那场戏有一天皇上就来了，台词特别肉麻。我说的台词是皇上怎么来了？皇上说你在这儿什么扇子扇子啊什么的。我说都说轻罗小扇扑流萤，不知道臣妾能不能扑到你这个流萤呢？然后就特别的，皇上也是一个特别能自由发挥的人。然后本来没有那个桥段，皇上自己一下就把我合着抱起来了，感觉自己有点重，把皇上压的老大的喊了一声。那场戏还挺有意思的。这些妃子们都很嫉妒我，怎么老没有皇上侍寝的戏啊？我说皇上就只招幸我呀，跟皇上泡温泉。预备，开始。那个太逗了，就是拍最大尺度的戏了。泡之前我就可紧张了，因为要脱衣服，就穿一个肚兜，我平时连吊带我都不穿的。这部戏它的挑战性很大，但是它很大胆，勇于挑战自己。后面全是空的，唱着昆曲儿，然后走下水。我说皇上要搓澡吗？蒸死我了，那个蒸的脸都红了，好热。我以为会很冷，皇上已经快上不来气儿了，在下面泡的。华哥是很好合作的，我印象很深，是我作为御前宫女之后，然后到他的身边，然后他封我为妃那场戏。就天气又很热，
完了手上的行动又很多，要磨墨，然后点心什么的，完了跟皇上又有一些亲密的戏，就是他抱着我坐在他的身上嘛。但导演喊咔的时候，我会很想笑，因为我坐在华哥的身上就坐不稳的，我是一直控着劲儿坐在那儿的，我很怕我太重，我把他压到了。其实皇上没有那么轻松的打，传宗接代那是他的工作，那是他的任务。这在皇宫里，这是皇上最爱吃的老北京鸡肉卷。剧本里面的亲密其实也都是点到为止的。床戏呢，就是拍起来特别的麻烦。皇上龙床在中间，然后爬到皇上身边，然后去侍寝啊什么的。导演的拍摄方法都是点到为止的，其实尺度并没有那么大。我叫陈启贤哲，我叫荣子珊，我叫刘泽宇10岁了，11岁，14岁了，5岁。演的是永成、永琪。这个永章的少年阶段，永荣还好，开心。妈，我有一个永章，因为小朋友都是分不同阶段的嘛，永章有好几个。戏里面应该是3岁吧，有一场戏是。太监程导给他设计了一个海盗的面罩，剪了2个洞黑的，跟他玩类似那种老鹰捉小鸡，还有燕尾。皇上突然就来了之后，那个太监就跪下有句话说：“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该死。不是。哎，我们所有人都笑到不行。怎么演？哎，这帮人。紧跟着我儿子又来了个钟馗功。师弟，你看那中间是什么字啊？翠。这次的我觉得小孩都特别好，太小了，有时候才4岁啊、3岁啊这些的。额娘不是说儿子不必事事都要听皇阿玛的吗？不错。长得像小马云的这个啊，他们太好玩了。你就是坏女人，你害死了皇额娘！闭嘴！你是我女儿。刚才谁说话了？谁说话你就看谁，别的地方不能看，明白了吗？然后他说完是他说，我就看着他。对。给本宫打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皇妃娘娘息怒，皇贵妃娘娘息怒，皇贵妃娘娘息怒，额娘息怒。小马云、小黄子韬，他在旁边老跟那个9公主、什么7公主说话，老是拉人家的手。我说这孩子绝对是直男，妈妈不用担心了。我要开始办事了。你拿手摸他，没事。你把狗弄走，我不说。额娘是谁啊？额娘就是周瑜呢。额娘换个衣服你就不认识额娘了。其实非常靠路。没有，周迅也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些孩子都挺可爱的。先皇驾崩，大场面，好几百人，穿的都是校服，白白的一片，很漂亮。很多的皇子、皇孙，还有以及一些小格格，就有一个小男孩哭得很凶，哭得特别好，你知道吗？然后拍完我就说：“阿哥，你在干嘛？你为什么哭啊？这个衣服一穿起来，我就有点想哭。”另外一个小女孩更可爱，等她把那个白色的衣服穿上去，哇，就开始哭得好伤心，你知道吗？那么伤心呢？衣服太丑，衣服太丑，他哭得那么伤心呢？是个不错的小演员，对吧？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不想妈妈。最让我灵魂出窍的就是小朋友那一巴掌。我变成公公之后，特别落魄的在那走，然后小永吉就在那拐角处等我。站住！背着他定了一下，其实蛮难受的。跪下！我刚一跪下，其实刚开始那几条他是不敢打的。我说你一定要抡圆了，叭一巴掌上来，我说这才真实。你开机开始，哦，给我打出戏了。然后这孩子就可能自己给自己吓到了，你知道吧？然后他哇就哭了。最后打完之后，我也含着眼泪，让他在那哭，我就给他抱过来。我说抱过来，我笑着说，我说不哭了啊，不哭了。其实挺虐心的一场戏。这些孩子都演过戏的，
他们没让我这次操更多的心，所以挺好弄的，没那么难。金语言是被我打的最多的妃子。我什么都来不及想，我说我会来真的，不会这么对我的皇上。结果皇上冲过来，一个大巴掌把我扇倒在地，我真的懵了有几秒钟。如今有没有帮我娘娘算？其实说实话，并没有那么疼。打巴掌，还有踢他、踹他。发脾气的戏演得好好呀，一下子就很有皇上的那种尊严。你这个贱人，你这个贱人！皇上打人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方法，只不过是比你预想会突然一点。没有任何怨言，他很敬业，我很佩服他。包括打周迅，我们又是好朋友，我也不好意思打他，但是没办法，我们要工作。我说我会来真的，他说好，你来吧，就来吧。迅姐也说，这个东西你要给对手刺激，要是真的打，他才能够真实的反应嘛。最痛苦的就是用鞭子抽他。举起那鞭子，我都不知道怎么弄，而且我第一条我就打到他的眼睛了，那一下泪水就崩出来了，我吓死了。是打这个人就是有那个事儿，对。我希望迅姐的粉丝不要怪我，因为我也是她的粉丝。33场1赢1次。其实我觉得温言婉能走到今天，完全是被金语言给折磨的。水都泼到身上了，没用的。洗脚的戏其实还好，端烛台呀什么的会比较难受一点。高点。我是真的是当时哭的受不住，是因为我真的相信我被人欺负了，我真的端不住了。我觉得程导给了我很大的机会，就是当我端不住的时候，我在抖，我在哭，他就是不喊停，就是不喊卡。真的当时心里很难受，我会对金玉妍的怨恨会非常非常深。阿若在戏里呢，就是受的皮肉之苦真的太多了，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对身体和这种体力的考验，我觉得不是考验。衣服好重啊！开始。很微妙的一些情绪啊，比较大激情、撕心裂肺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演完我特别的心累。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场戏，我几乎是要把我屋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砸掉。而且那些东西都砸掉，没有第二遍来的机会，就只能第一遍，特别的无助的那种。我觉得啊，就是所有的情绪都在往外泄。人作贱。我是把孩子抱过来，特别对这一段很难受的，因为一想到那个孩子，就是一睁眼他就不见了。然后我睁眼是以为能看到孩子，我很开心。问大家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见了？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敢回答。他们都来自成全不了去成全自己的孩子。其实那个镜头没有带到迅姐，但迅姐就一直在那儿哭。那郎华跟如懿就来了，告诉我，玫瑰人，你要节哀啊，孩子生下来就没了。怎么可能就这么快？你连让我看一眼的机会都不给我，对不对？然后就崩溃了。在这种欢愉的状态下搞创作，打怪升级了，我更强大了。简单的快乐对我来讲比较没有烦恼，我觉得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感谢给我这一个机会，感谢对我的信任，挺感恩的吧，能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剧组当中。我觉得我在这部剧中，我自身的成长非常的大，
哪怕经历一些风雨，最终一定能够修成正果。凡是没尝试过的，都应该去尝试。结局或许重要，或许不重要，要有一个精彩的过程。有甜蜜，有意见分歧，有欢笑，有泪水。其实挺享受在这个里面。华哥。演员决定整个戏的风格。从里边先拍，好吧？直接套上去了。他们都是很专业的，自身的要求都很高。他在圣洁武功的皇后之路，现在一心要死。性平说一个好看的故事，最终用演员表现出来。我凤四重。从里边先拍，好吧？好，哎，他不是走过来了吗？或者你在这儿拍也行啊。对，在这儿不在就关系，待会儿我们再拍就带关系了，对吧？对。开，1、2、3。好。拍《狼华落水》是最冷的一天。老村长酒，喝点酒可能会稍微暖和一点啊。我们当时都觉得，姐肯定是要用替身的，结果没想到她就自己上了。中国演员，我也是北方人性格，我觉得就别磨叽了，让我拍就拍吧。但当时是凌晨3点钟，一直拍到了凌晨5点半。他那个吧，跟我平常跳水还真不一样。但那天是因为朗华他是失足落水，然后他是整个人背朝着水面，我其实有点害怕，因为就算是在游泳池，我也没那么湿过。非常非常后怕，因为衣服也特别重，而且在水里面，你的那种力气是反的。1、2。就是一压我根本起不来，相当于几个人10来个人围上来的时候，我当时我的潜意识我就说坏了，每人一抓，啪把我压在水里面死死的，我就趁着一抬头，我说你们谁都别拽我，然后他们就松开手，离我稍微远一点，我就能喘2口气。后来我想想，我真的是有点害怕。来，都拉上。就是能够跟这么敬业的演员一起去学习，非常的难得，我觉得很开心。这次饰演的是富察氏郎华，然后是皇后。为了富察氏郎华，已经耗尽了心血。郎华不能说是一个反派，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被家族、被命运推动的无可奈何的一个女子。就她一直在平衡很多的关系，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累的一个人。若是嫁去蒙古联姻，便是对皇额娘和富察氏一族最大的扶持。她的谥号是孝贤嘛，这对于一个女子来说，一个皇后来说是非常至高的称呼，是一个至高的谥号。历史上，郎华也是一个很勤俭的一个皇后。本宫以身作则，效法祖宗旧例。从今日起，我再用江南进贡来的昂贵衣料，不佩戴贵重首饰。平日里用的胭脂水粉和冬日里的炭火，也要减半分。便是
奴才们也要减半。他不坏，他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还有为自己的儿子考虑。奶奶小心，去解放店狠狠讲那帮奴才的嘴，连大阿哥都照顾不好，惹出这样的事端。董洁的感觉给我是稳，他就是把人物的那种在当时情境下唯一能做的选择的那种无奈感、纠结感，全部会演绎出来。皇上，有龙他还小，从来没有离开过人间，人间要去扶走。我跟董洁，我们在戏外我都管她叫小姐姐。小姐姐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永莲的年纪是非常接近于我生活里面孩子的一个年纪，所以说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借鉴，就是说我跟我孩子的一个相处方式。比如说我罚永莲去到门口受风去罚站，手已经被风吹得很凉很凉了，我就赶紧给他捂捂手，贴贴我的脸。就是这一部分，我想让观众知道说，朗华在眼里，她是永莲的母亲。这孩子对于她来讲太重要了。董洁也是永远在认真的把握这个台词，每一个字儿她都斟酌得很严谨。但她这样哭着进来，我说那句话就有点词不达意。他给大众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端庄啊，很安静啊，但是其实他还挺有意思的，挺调皮的那种。预备，开始。在现场的董洁跟想象当中的董洁有点不一样。就是会让你感觉很舒服的那一个人，不怎么发脾气的那样一个很温和的一个人。我叫辛芷蕾，然后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金玉妍。本来我是对这种反派人物是心存顾虑的，反倒是最后的时候我爱上了这个人。金玉妍这个角色，辛芷蕾，我觉得也是非常抢眼的。她前期的演绎其实是非常艳丽、非常飞扬跋扈的。大阿哥出生那晚，你怎么没把皇上请来？这个没用！金玉妍其实是个非常有心机，而且比较强势的女人。那就看看这宫里有几个人瞧得起你。我觉得金玉妍是一个表面挺厉害的那样一个人，但是她心里头非常脆弱。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你回来！她觉得这一生都是被最爱的男人欺骗了。我要死了！王爷！她一辈子也是做着一个别人手中的棋子。发誓啊！那种棋子的挣扎无奈。其实是让人非常触动。是皇后，还有他，是他们害了陈静的孩子。他太执着了，太傻了，对，太看不清一些事儿了，太过自信了。他敢于在各种时候做出很冒险的决定，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造成了他最后的命运。托他回起降龙，废为庶人，独自死，朕不想见他了。我这去看看陈静。我真的是有的时候自己在外面哭着哭着，自己都会难受的，就可能你就自己就被这个角色带动进去，你理解他。皇上，你饶了王爷，你饶了他们皇上。哎呀，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朝代，我宁愿去要饭，我也不去后宫里生活。有血！他真磕了。哎，我的腿啊！辛芷蕾呢？这个女孩身上她有一种坚韧，她有一种不服输。老师刚才腿好点了吗？没事了，没事了，撇了一下。她的表演非常自由，所以就从这点上都坚信了，我觉得她能够演得好。包太医，包太医！微臣着。他到底怎么样了？他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他是里面
被我打得最惨的女演员，打巴掌还有踢他、踹他，都是来真的对他的。然后他很敬业。放肆！你个贱妇！史雷杰有时候拍戏还拍着拍着就笑场，要不就忘词儿了就。荧幕下绝对一个好人，大好人，非常这个友善，非常亲近，和我们在一块儿。但一到戏里就永成啊，就是这样的，就那种感觉。永成，既然皇上交代你做事，你好好做点事，也别忘了顺便提携我啊。那天有一个他收拾夜晚，但不是有一段夜晚去他宫里面去当那个宫女嘛，他老收拾人家，让他那个捧着一个五毒饼，让他捧着，让他捧着，而且他还说了好几遍，啊，笑得我都不行了。本宫写完蚊香的时候，他便是捧着像蚊香的；本宫写完无声的时候，便是举着蜡烛的烛台。其实生活里不是那样的，生活里还挺安静的。他的性格也特别好，就特别爽朗。刚才已经充沛了啊！好了，每天都在现场相爱相杀。对，就我们互相贬低。好的，知道。导演会说我们两个脸大，所以经常我们两个就互相说你胖啊，或者是他就说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了，然后我就说你看你脸都出化了。有点任性，偏偏宠我一人。就是特别美啊，后宫第一美啊，这种还挺像的。跟他关系不行，经常打的。没有，我们俩经常在一块开玩笑。对，挺好的。那他有什么可议论的？长那样，瞎说。对，说什么呀？对，一开始因为我们俩那个就是拍戏，因为我们俩不太熟，所以拍一些要对视、要狠的戏还可以。等到后来熟了以后，就两人看着都不行了。我是一个现场容易兴奋的人，对，我是容易过于兴奋。好过了大家好，我是童瑶。我这次在《如懿传》里面饰演的是高羲月。开始。可皇上岂有皇后娘娘的弟弟？臣妾就一个阿玛为您办事，他们还要啰嗦。他太没有心计了，属于那种心智很简单，头脑也很简单。太后不是很讨厌乌拉那拉氏吗？怎么这么轻就把他给放了？这妃嫔也太……戏里就会比较自私一点吧。他不到本宫这儿来，还能去哪儿呢？怎么着？让他住延禧宫啊？我每次印象中最深就是每一次有他戏都是，我就站起来就指对方，跟我说什么，然后就这样。毒妇，你竟敢污蔑本宫！他是一个特别直接的人，他不会是掖着藏着背后摆刀。来人，掌嘴！贵妃娘娘饶命！贵妃娘娘饶命！我俩角色里面都是狼狈为奸的那种。没有良心的东西，没有良心的东西，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啊！他是副主管大人，我也不敢管他，都是奴才的错。你打死奴才吧！你说本宫怎么见皇上？怎么见皇上？怎么见皇上？这个贵妃啊，可能别人会认为特别的坏，其实她不是坏，她只是为了自己，幸福跟皇上想在一起。那皇上这2个月有没有想着臣妾？你猜？臣妾不猜。自然是有的。其实，高羲月还是会去主动争取一些东西的。羲月，你怎么在这？皇上，贤妃妹妹得了你那么久的陪伴，她不会跟臣妾争这个对吧？拿你没办法。坐轿。他每天都是在想怎么能得到皇上的心呢？哪怕多看一眼，多一些宠爱。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很痛苦的。皇上昨天明明翻的是我的牌子，进士房的人都准备来接我了，可是皇上
突然改了主意去了嘉贵人那里。皇上以前从来就没有这样对我。在深宫中的女子那种孤独凄惨，跟她作伴的只有我的孔雀，还有我的琵琶。童瑶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她是非常棒的，然后她也很用功。他一定要去找大鹅，因为他之前派贤妃禁足，就是为了要把大鹅夺到天上。我觉得高希月跟我比较贴近的地方，他们是觉得我生活中比较乐观跟神经大条。念家，特地出个飞眼。在日常生活中也都是那种很开朗、很直率的女孩。污秽圣地，冒犯祖宗。这话要快，还是我这太难背了，这个字。他挺好玩的，对，挺逗的，大大咧咧的，有点傻乎乎的也那样的。躲远点，沾一身血，溅一身血。看纪录片啊。很喜欢笑，然后在我们的拍摄过程当中，也动不动就笑场，有时候把我们整个气氛就弄得非常好，非常开心。他说你去哪儿啊？回家。啊，对对。回家这个接得好啊。第一次读剧本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凌云彻。别扬了，哎，我们给开。吃的，那边给我来。进门到了这儿就可以切了，对，再切它里边就进来了啊。好吧。先好，高门。热呀，还是蛮吓人的，但是我们的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我叫金超，这次在《如懿传》中饰演的角色是凌云彻，他是一个侍卫，实打实的靠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实际行动去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其实最初的理想目标就是能够跟燕婉长相厮守。但是因为种种事情发生之后，他的目标就变成对如懿的一生守候。虽然说最后结果是死亡，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我觉得这是凌云彻做出了他最正确的选择。其实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真爱，不枉此生。贵人今世性行温良，端庄淑瑞。现实生活中的凌云彻和剧中的凌云彻是完全相反的。你拿着你的那个扫把，你别拿那个没气势。不，那个东西拿那个没气势。你怎么能哪个神仙不拿那个？现实生活中，金超反倒很像一个小孩子哈，蛮开心的那种。如意，按我的心意，赶快写评。还我爷爷。我知道他要演凌云彻的时候，我就笑了。我觉得我俩肯定会笑场。这远走高飞了。他非常幽默啊，有时候他在世，我觉得大家会很快乐。哎呀，超哥太逗了。这是你新学的曲儿。是长生殿小乐一折，睡莲堂鸳鸯战也。在《如懿传》当中，我饰演的
的角色叫魏嬿婉，她是一个在后宫中文很准，能抓住皇上心的一个人。奴婢自进宫以来，一切都是皇上的，奴婢愿侍奉皇上左右。为了自己的目的和目标，不惜一切代价的一个女人。她是从宫女一直爬到了皇贵妃。你说受了多少委屈才《如懿传》，她是一个最大的反派。她干的那些事简直就是反我三观啊！任何人都想我鬼也不会放过你。你得做个有本事的鬼才行。嬿婉是一个很腹黑的坏女人。今日的皇后与当年的孝贤皇后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我觉得已经坏透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演坏人了。皇贵妃意图勾引凌云彻生子夺宠，幸好凌云彻坚决不可，这才罢休。你贱妇！混乱皇家血脉的念头你都敢动？唯一有爱的一个空间只有凌云彻了。准备，开始。微臣不便久留，先行告退。念旧情，还是因为是他最终还是回归到凌云彻嘛，一直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忘不了、最无法释怀的一个人。准备，开始。凌彻哥哥，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李贵人，李贵人，李贵人。但是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为他流泪了。我太爱这个角色了，我很喜欢他，因为最后结尾让我特别感动。我觉得他是内心是有柔软的地方，尽管他做尽了坏事。这部戏它的挑战性很大，因为这个角色是里面非常难演的一个角色。皇上，臣妾已经查明，就是魏嬿婉。李晨非常敬业，挺厉害的，一下子把头磕在地上，继续演的。这一点让我觉得年轻演员表现的还真是挺敬业的，很能吃苦的。我想把他演到极致，做一个好演员。对于个人来说和对于角色来说差得很大。好喝的也没有，好吃的没有，还得坐地上，一点娘娘的优雅感角都没有。李纯就是平时一个也很大条，然后也很大大咧咧。李纯其实生活当中是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加油加油加油！虽然他总演一些那样的角色，但他戏里真的很好，是个暖心的大姐姐。谢谢大家。好，我来给你献个花，献花献佛，来快。谢谢导演，给你的。谢谢。这是太后的懿旨，也是老祖宗的规矩，你违逆不得呀！小主，便是皇后娘娘也要谨守宫规的呀。求皇后娘娘把永璋还给我。我这次在《如懿传》这部电视剧里面饰演的是苏绿云。皇上的眼里根本没有永璋。她是一个性格比较温和，甚至有点胆小怕事的这么一个女人。皇后娘娘醒来之后找我们的麻烦怎么办？要不我先跪着去请罪。我曾经看到过这个对她的介绍，就是比较善生养，生的孩子非常的多。额娘，三哥，有人回来啦！这是我画的佛母图，今日还得了皇阿玛的赞赏呢。而且他爱孩子的方式就是希望为他的孩子挣一个很好的前程，甚至登上那个无相权力的那个宝座。额娘千不该万不该，当年不该怂恿女婿争夺太子之位。额娘别这么说，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所以可能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有很大的不同。我更希望他们更多的去体验，自由自在的去用他们的方式去触碰这个世界，更快乐。主，不好了，不好了！
出什么事儿了？养心殿传来的消息说，三阿哥被皇上申斥，受气羞恼，呕了一大口血，人就昏过去了。现在呢？太医已经紧赶着去看了，说三阿哥不易挪动，就住进了协芳殿的旧居。您快去看看吧。贝娇，哎，贝娇，可能也源自我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所以当说到孩子的这些点，我觉得还是可以触碰到我内心这种最柔软的地方。我不要，永璋，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怕，额娘在，别怕，皇上不会的。所以我觉得皇上不会不要你。我就把自己带入了那种情境当中。皇上，永璋吓得高热昏迷，求皇上饶了永璋吧，饶了永璋吧，主。因为胡可的话，他的演戏经历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演戏的时候是很舒服、很自然的，大家很自然就可以演在一块儿。永璋是无心的，可有心的是你。我其实是不能想苏丽云的人生的，我一想到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悲伤。儿子是为娘的命，就这种悲伤是从心里蔓延出来的。每一场戏你都会更靠近这个角色，是个生活中是个逗逼，我觉得特别搞笑，有的时候。气场非常合的，然后属性都是比较类似的女演员吧。我感觉他特别受小孩的欢迎，因为可能生活中就有2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就很有母性的光环笼罩着他，很开心的一种氛围。变不了。开始。我喜欢海兰，因为我做不到她那种境界。她对男女之情是看得非常的通透。皇上万安。来，陪朕说说话。是。她不像就是其他的女人，可能对皇上是很爱的，她对皇上也没有太深的感情。海兰其实是一个早期特别怕事的人。快把海常在的香包给他，别向本宫苛待了他。那本来自己是觉得要寻死的，那后来是被如意救了，之后就一起入宫，变成好姐妹，一路以来一起成长。但她是自己本来很软弱的，但她为了如意，她可以坚强起来。皇上，这个贱婢，明明就是你们洁身不得力，还敢在这里妄言犯上，公绝对饶不了你。很多人都说，哎，你这角色很好，就是笑到最后的人，留到最后的。但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啊。如意死了，永琪也死了，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孤独的，而且那种空着的痛是我想到都觉得很难受。君宁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然后他在这个戏里面也有很大量的情感的戏，非常的努力去表现自己。是你们洁身不利，贱婢，明明是让你们要搞黑搞，就是你洁身不利，还敢犯上乱言。君宁非常努力，他自己也有很多想法对这个人物。知道这个演员难做了吧？知道我们的辛苦了吧？他就说你觉得我这句话这样说好不好？我这样调好不好？想要时常见着，所以就把它带到出去。她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女孩子，爱运动，对，而且我们经常在健身房会遇见。听说你的肌肉很好看，他们都看到过了，让我们瞅瞅，如果他没让你们看过，就代表对我们还不好。我是吴君梅。在《如懿传》当中呢，我饰演太后钮祜禄氏。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太后是一个温婉的狠女人吧。太后坐到这个位置上，其实有很多面儿。她是一国之太后，同时她又是一个母亲。大清开国100年，难道还要去学关外那些
未开化时候的遗俗。又是一个婆婆，皇后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才能护着你女儿长远。太后钮祜禄氏，她是一个为儿女谋算，但是呢是无奈于深宫约束的这么一个慈母。身边唯一的韩妣，还有可能再远嫁。此时的哀家，先是一个额娘，再是一个太后。太后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跟她对戏，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场，我哭着去求她，让她把十阿哥接出来。那场戏我哭得不行。本来太后是不应该是没有哭的，结果她那天就是，她也去看着看着我，然后她演着演着，她这个眼泪啊就这样掉下来。我刚开始看他演戏，哇，我就会觉得好厉害，就是台词的节奏跟我们真的是不同的。你冲进去一顿乱打，你的见识心胸，难不成就这么点儿？那非常认真，创作起来非常认真。站在那之后，人家不知道我要对我怎么说。他认为这样演可能不太好，然后他再换一个方式。帮他们弄发型的时候，他们都会低着头，永远在看剧本。他会给我很多的鼓励，也会适时的表扬我，就会让我有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平时生活里也都是帮，真的就像家里的一个长辈一样，特别亲切。吴君梅很可爱，我觉得尤其在戏外的时候，大大咧咧的哈，没心没肺那样啊，不太像她这个岁数的人。太后穿越了。太后现在拍你，太后拍你，请问你现在什么感想？你为什么不给我跪下呢？跪下！你要给我请安呢，跪下！啊，他好可爱啊，他真的是可爱型。取不开。思想啊、性格啊，其实跟我们90后感觉就是可以打成一片的那一种。他的印象主要永远在现场嘎嘎嘎嘎在大笑，非常欢乐的一个人。什么鬼啊！好嗨呀！看一下我，看一下我呀！他们都是还是很好的演员，我觉得很多东西一点就明白，而且变化很大。把我装在什么瓶子里，我就是什么形状。受益非常大，可能你以后再也不怕拍任何戏了。我相信他们都打开了很多空间在表演上面。角色在他们身上已经有那种融合的部分啊，觉得呀很好。这个戏都拿下来了，后边真的就好应付多了。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血都不会被辜负。他其实无形中把整个戏的品格是往上抬了。迅姐她的气场很强大，如懿一定要有气场。从那么小跨到这么大，只有她才能弄家好。周迅变化蛮大的。2000年我们合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跟现在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变得更宽容，然后更母性一些，人也变得更随和。她的松弛来自于她对人性和对这个世界看得很透，所以说她的力量很大。就他很多的表演其实是不是单纯的表达一种情绪，当中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和层次，我觉得非常棒。如懿是一个智商很高、情商很高又足够善良的人。那周迅的表演也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能够有很强的代入感。他就是如懿，我就是乾隆，两个人演戏的感觉是可以配合在一起。这个人物形象的定位、感觉啊、台词啊，都让这个戏的气质都有一些改变。最棒的地方就是把自己和角色贴近在一起，赋予它光芒。如懿
转就是生命里面你好像一定要去碰到、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儿。因为空白，所以无迹可寻，所以相对比较自由。他会把自己整个人、整个身心贴近这个角色去演绎、去加强，听一些故事，对，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想象，然后又去了趟故宫啊，然后穿上他的鞋子，然后戴上他的指套，就是各种方面都去了解。去那个做指甲的地方，把它做长，就把它真的留到这么长。把自己的那个指甲磨得还留下一层薄薄的粘上去的。这你每天早上粘是吧？哇，没在自己的那个对呀，粘在我的指甲上，又不是粘在肉上。对。哎呦。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戴指套，一直戴着这个东西。我说你不至于说一直带着这个，他说哎，这是下意识。是现代人戴那个护甲肯定是不方便了。看他吃酸奶是这样吃的，我说那姐你平时洗脸啊？他说就这样洗啊，就这个翘两个手就这样洗。我知道他是为了要去创作。他说如果说没有平时一段时间的习惯，他说会戳到自己的。穿鞋子，因为那个走路还是要很那个驾轻就熟的。所以就要提前去熟悉他那个鞋子。筹备的时候，因为我们要鞋子和护甲拿回去就自己天天练。现在到现场，盆底鞋站得很稳的，包括跑啊。我是要学习各个方面的生活，也都是想象，因为大家也很少会看到那个时候的人到底他们真的是如何在宫里面过日子的，就做这些准备。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物的情感生命过程。